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马拉科夫。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马拉科夫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此视频是由老虎集团赞助播出。马拉科夫 Malakoff Corporation Berhad 成立于2006年4月，是 MMC Corporation Berhad 的旗下子公司，主要大股东是土著巨商 Tan Sri Said Mokhtar。Malakoff 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一家在英国成立的公司，名为 Malakoff Rubber Estate Limited， 主要在马来亚联合邦从事橡胶和油棕种植业务。1975年10月，管理层根据1948年英国公司法令第287条下的重组计划，成立 Malakoff Berhad， 目的是收购 Malakoff Rubber Estates Limited 和其全资子公司 Kelantan Rubber Estates Limited 和 Broome Rubber Plantation Limited 的全部业务，包括其资产和负债。到了1976年1月 ，Malakoff Berhad 开始营业，并于1个月后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上市。5年后的1981年，公司开始涉足于可可种植，随后也开始了农业研究。1987年 ，Malakoff Berhad 应公司的内部要求，退出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地位。而为了符合国家政策和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Malakoff Berhad 也于1990年1月1日从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正式名单中除名。1993年10月 ，Malakoff Berhad 进行了重大重组，将公司旗下的房地产和子公司出售，然后退出种植行业，选择开始从事电力行业，并在1994年4月收购了 Segarri Energy Ventures Sdn Berhad 的75%股权。Segarri Energy Ventures 是一间获得了 Lumut Power Plant 的发电许可证的公司，在1996年7月开始正式投入运营。随后的8年内 ，Malakoff Berhad 在马来西亚半岛的不同州属收购了多个发电厂。到了2005年 ，Malakoff Berhad 的总有效发电容量已经到达3130兆瓦，大约占了当时的马来西亚半岛总发电容量的17.8%。Malakoff Berhad 的积极发展获得了大股东 MMC Corporation Berhad 的喜爱，所以在2006年5月，通过其当时的全资子公司 Nucleus Avenue Malaysia Berhad 提出邀约，收购 Malakoff Berhad 除现金以外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以每股10令吉35仙或总值93亿令吉将 Malakoff Berhad 私有化。随着收购的完成 ，Malakoff Berhad 也正式在2007年7月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下市。而收购 Malakoff Berhad 的 Nucleus Avenue Malaysia Berhad 也随之改名为 Malakoff Corporation Berhad。在被收购后的几年中，公司扩大了地域范围，将业务扩展到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市场。公司更制定了新目标，在2020年将有效发电总容量提高到1万兆瓦，并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产品组合。只不过，要达成公司的目标，就意味着需要更大的财务作为资本成本，所以公司在被私有化了短短的4年后，又开始计划重新上市。可惜的是，重新上市的路程并不顺利，期间更是2度展延 IPO， 拖延到了2015年4月17日才正式推介 IPO 招股书，并显示所发售筹资的18亿令吉将全数用来赎回为期30年的依债。2015年5月15日 ，Malakoff Corporation Berhad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再一次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264 Malakoff。或许是跟公司将 IPO 所筹集到的18亿令吉全部拿来还债有关。Malakoff 在上市的第一天就大热倒炉，持续遭投资者狂卖，上市短短3天内就宣告跌破发售价。尽管 Malakoff 在上市的12天后公布爆发性业绩，但是市场却仍然冷淡对待，其股价也并没有明显的涨幅。随后的几年，无论 Malakoff 公布什么业绩，股价还是保持着跌多升少的情况，一路向南，直到2020年3月，马来西亚开始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才稍微回升。Malakoff 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力和水生产商，其核心业务包括发电厂运营与维护、配电和冷冻水供应、废物管理和环境服务以及国际业务。
Malakoff 的国内发电资产组合包括2个燃煤发电厂、3个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厂和1个多重燃料发电厂。燃煤发电厂可以通过将烟煤和次烟煤粉碎，然后在煤粉锅炉中燃烧，从而转化为蒸汽，之后形成热能，最后变成电力。Malakoff 的燃煤发电厂位于柔佛州的Tanjung Bin Power Plant 和Tanjung Bin Energy Power Plant， 总发电容量为3100兆瓦。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又称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是指将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组合起来的一种发电方式，主要由燃气轮机、余热锅炉、蒸汽轮机3部分构成。Malakoff 的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厂有位于霹雳的 SEV Power Plant 和 GB3 Power Plant， 还有槟城的 Pride Power Plant， 总发电容量为2293兆瓦。位于雪兰莪的多重燃料发电厂 Kappa Power Plant 是马来西亚第2大的发电厂，也是唯一具有天然气、石油和煤炭3重燃料燃烧能力的发电厂，可以提供2420兆瓦的发电量。Malakoff 的运营与维护服务是由全资子公司 Malakoff Power 和 Teknik Jana Kuasa 负责经营，主要是用于管理公司的发电机，如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机、开式循环燃气轮机和燃煤电厂等等。除了管理自家的发电厂，这部门也为其他国家如印尼、中东地区和北非的电力和水资产运营商提供相同的服务。配电活动由全资子公司 Malakoff Utilities 运营，拥有向 KL Central 地区供电的独家特许权，可分配最高100兆瓦的电力。另外 ，Malakoff Utilities 也通过其中式冷冻水厂，向 KL Central 的建筑物和综合大楼提供用于空调系统的冷冻水。废物管理和环境服务是由 Malakoff 的子公司 Alam Flora 经营，为马来西亚半岛某些地区、吉隆坡和布城的联邦直辖区以及彭亨州的几个特许区提供全面的废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服务。每一年 ，Alam Flora 都会平均处理掉101万吨废物。这些废物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清洁，包括排水沟、海滩、高速公路，还有其他等等。Malakoff 的国际业务方面，目前主要专注在中东地区，分别在沙地阿拉伯、巴林和阿曼拥有发电厂和供水处理业务，可以提供高达1829兆瓦的总发电量，而每日高达163万平方米的海水淡化处理。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Malakoff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Malakoff 在2020年第4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7亿1545万令吉降低了11.8%，至15亿1373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亿0640万令吉暴跌了60.9%，至4164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由于 Sagari Energy Ventures 公司的能源付款收益减少所致。所幸的是，新收购的子公司 Alam Flora 的收购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情况。至于净盈利的暴跌，主要是因为去年的其他收入大幅增加所致。这是因为公司在2019年12月出售了在澳大利亚的业务，而获得了一次性的收益，所以2个季度的净盈利相较之下，就显得这季度的净盈利暴跌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去年稍微减少了8.9%，至241亿8875万令吉。首先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占据了总资产的1半左右，这主要都是些在公司名下的发电厂以及土地。接下来就会看到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就是指一些没有实体的资产。由于 Malakoff 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生产和销售电力，所以他们的无形资产就是发电厂的生产商许可证、购电协议以及运营和维护协议等等。随着这些协议的期限逼近，无形资产也会跟着下跌，直到获得新一轮续约为止。另外，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就比去年减少了很多，表示这公司的客户已经归还拖欠的款项了。须知道 Malakoff 的大客户是 TNB， 所以也不用担心会有坏账的出现。而从2019年的年度报表也证明了，公司的减值亏损拨备只占据了总账款的1%不到。
除此以外，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公司手头上的现金和其等价物比去年减少了一大截，但是仔细观察会留意到公司的其他投资是比去年增加的，相信公司应该是把部分资金投资在了其他投资项目当中。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上一年也减少了 10.78%， 至177亿440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拥有总值100亿令吉以上的借贷，占了总负债的 68% 左右，但是相比起去年已经降低了不少。另外也可以看到，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也比去年降低了，表示这公司正在积极的偿还累计的债务，感觉确实很不错。但是这庞大的债务，不知道需要偿还到几时就是了。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 14.78%， 至20亿666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同季稍微下降了，加上公司也加大了非流动负债的现金流出，所以使到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减少了。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量则从流入转为流出，比去年同季降低了 172%， 至10亿703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现金流出大增，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其他投资项目中投入了大笔资金，以及购置固定资产也比去年来得多。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保持去年的水平，只是减少了 0.28%， 录得了26亿7888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确实有在积极的偿还贷款，所以使到公司需支付的贷款利息降低了不少。总结来说，现在社会生活对电力供应的依赖程度相当高，而随着世界人口日益增长，电力的需求量也必定是有增无减的。Malakoff 身为一家马来西亚的独立电力生产商，其业务可以说是非常稳健的。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对 Malakoff 的业绩没有造成什么打击，但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气候变化问题，却可能会对 Malakoff 未来的业务造成重大影响。面对全球暖化的课题，各国包括马来西亚纷纷都开始推动可再生能源，而目前 Malakoff 的发电厂主要都是以煤炭和天然气为主，未来或许有被可再生能源取代的危机。当然 Malakoff 也有计划在未来发展更多可再生能源，但是要发展这项目就需要投入庞大的前期资本，对于目前已经拥有超过100亿借贷的 Malakoff 来说，也会越来越沉重。再来就是公司管理层了。依稀记得2015年 Malakoff 重新上市是为了扩展业务，并定下2020年达到1万兆瓦的有效发电总容量。如今2021年都来了，有效发电总容量反而跟 IPO 时相差无几。那么究竟何时可以达到之前定下的目标呢？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真的能够实现吗？看来这些问题有必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各位对此又是怎么想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